Hello，大家好，我是白教练，欢迎收看中诚跆拳道。因新冠肺炎延期1年的东京奥运，即将在1周后的7月23开幕。因为各参赛国可最多报名跆拳道项目男女各2个量级。身为世界跆拳道的强权之一，我国本次依然满员参赛，而代表的4位选手分别为奥运女子1量全中运3连霸，2018年雅加达亚运金牌的苏博雅；奥运女子2量2届 U17 冠军，身高183公分的长腿妹罗嘉玲；奥运男子2量南京青年奥运冠军，我国现役第1好手黄玉仁。以及奥运男子3量身高196公分，第1位代表我国出赛此量级的好手刘威廷。其中最受瞩目的赛事，莫过于黄玉仁所属的奥运男子第2量级，因为这个量级有一位被所有选手视为头号敌手的大魔王，目前世界排名第1。积分领先第2名超过100分，2届奥运夺牌选手，亚运3连霸，南韩国家队10年国手，兼具颜值、人气、实力的王者李大勋。本次的人物志，我们为大家好好介绍这位为跆拳道收视率提高了5个百分点的韩国欧巴。由于奥运与一般比赛的量级不同，且经过多次修正，为方便各位理解，以下将会使用男子1量、男子2量的方式进行解说。如果是奥运规则，则会特别强调奥运男子1量或奥运男子2量。那么我们直接开始。李大勋，本名李大훈，世界跆拳道联盟男子3、4量选手。1992年2月5日出生于南韩首尔，目前隶属大田市体育协会，已婚，育有1子。父亲也是一名跆拳道教练。李大勋自5岁起就在自家的跆拳道馆训练，15岁开始崭露头角，获得2007年韩国国际跆拳道公开赛冠军。后来成为了一名空军飞行员，在国共战争中与朱青相恋，却在东北战役抱歉，串戏了。李大勋18岁时就读汉城高中3年级，首次入选南韩国家队，从此在人才济济的南韩国家队就没卸下过太极国徽。2010年参加了广州亚运跆拳道男子3量，并获得金牌。由于南韩选手只要在亚运或奥运获得金牌，即可免服兵役，李大勋也因此免除了兵役问题。2011年参加庆州世界跆拳道锦标赛男子3量，获得金牌。2012年为了准备奥运，所以由63公斤减重至58公斤，参加胡志明市亚锦赛男子2量，获得金牌。同年度的伦敦奥运男子1量，获得铜牌。同时也在韩剧《您是否知道跆拳道》中客串。2013年参加墨西哥世锦赛男子3量，获得金牌。2014年参加乌兹别克的塔什亚干亚锦赛男子3量，获得金牌。同年度的仁川亚运也获得金牌，至此李大勋已是南韩国家队的第1王牌。由于身材瘦高、手长脚长，天生就适合电子护具的打法，不过也常被人批评肌力与爆发力不够。即使跆拳道比赛近年来已经高度运动化，毕竟本质还是一门武术。在激烈的赛场上，如果不够强壮，不但容易受伤，
而且缺乏力量的踢击并不足以让对手带来足够的威慑，所以在经过深思熟虑后，李大勋决定增加体重，加强重量训练，往上打一个量级。这在跆拳道选手中十分罕见。跆拳道十分讲求攻击距离，尤其是现今强调头部攻击比赛中，身高优势极其明显。选手们往往愿意减重报名较轻的量级，即使会造成体能下降、力量减弱等后遗症。不过为了争取高度优势，减个10公斤往下打的选手大有人在。而李大勋却反其道而行，2015年开始增加5公斤，主攻男子4量。也可能是因为奥运男子2量同样是68公斤的关系。与其到时候再增重，不如提前先做好准备。从此，战神欧巴横空出世，窒息式打法一鸣惊人。2015年至2019年参加16次世界大奖赛，其中11次获得冠军。2017年无锡大满贯男子4量决赛中，击败伦敦奥运冠军中国地主队选手赵帅，获得金牌。在决赛中，李大勋充分发挥窒息式打法的优势，比赛的后半段几乎是将赵帅压着打，最终53比14大胜。在此说明一下，一般跆拳道比赛都是3回合2分钟制，无锡大满贯则是打满5回合，体能与心理上的负担更大。这场比赛的胜利似乎也间接证明了李大勋当初增重的决定是正确的。2018年雅加达亚运男子4量金牌，至此已经是史无前例的亚运3连霸，连上世代的伊朗无敌战神哈迪都无法做到。2020年演出了南韩综艺秀《家师傅一体》，里面的内容还蛮好笑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找。生涯至目前为止已拿过19面国际赛金牌，几乎囊括所有重大比赛的冠军，除了奥运。李大勋在18岁时以天才少年之姿挑战伦敦奥运，却在决赛中不敌西班牙队选手。当时世界排名第1的 Gonzalez 伯尼里亚获得亚军。4年后的里约奥运卷土重来，就在众人一致看好的情况下，却在8强中败给了来自约旦的选手阿布贾许。而这位后来替约旦夺下奥运首面跆拳道金牌的选手，背后的推手正是来自于我国的张文彬教练。勉强也算得上被咱们中华队击败了吧。后来李大勋在铜牌战以11比7力压比利时选手，获得了在奥运的第2面奖牌。这也是南韩跆拳道选手第一次连续2届奥运夺牌。顺带一提，同样连续在奥运夺牌的我国选手，分别是台湾战神朱木炎以及前立法委员黄志雄。李大勋的腿法细腻，步伐灵活，头脑冷静，攻击时能灵活运用左右脚，不拘泥于单边攻击。但是个人技术也不到碾压各好手的地步。李大勋到底是凭借着哪些优点，在高度竞争的跆拳场上称霸10年呢？首先，李大勋的距离感非常出色，使他能精确地掌握攻击距离，配合灵活的步伐，常常使对手踢空，而他却可以做到趁隙攻击。再来就是独特的窒息式打法。通常一名优秀的跆拳道选手在赛场上低强度的跳动与高强度进攻的比例通常是7比1，这边可以理解为跳动7下，踢出1脚。而李大勋出色的体能条件，使他的攻击比例高达3比1，也就是对手跳7下出1脚，李大勋每跳动3下就能踢出1脚，
从第1回合的第1秒，直到第3回合的最后1秒都是如此。这让我想到澳洲网球界的发球怪物 Mark Philippoussis。而且随着比赛接近尾声，攻击频率还能增加。李大勋通常会让自己在第1回合落后个3-5分，保持紧张感，顺便试探对手。第2回合中后段提升攻击频率，此时出现黄金交叉。第3回合持续用高频攻击扩大分数差距，让已经疲累的对手有心却无力追赶。2项特质造就了今天跆拳场上的王者。此外，李大勋与国人印象中的南韩选手不同，他谦逊有礼，从不摆出高人一等的姿态。他光明磊落，比赛时从不阴招暗算对手。面对各国的好手，赛前练习时总是积极的融入。天生的高颜值更是让他的观众缘爆棚。2018年的桃园大奖赛在桃园巨蛋，他在观众席亲切的与我们的高中生合影，完全没有明星架子。当然，他也顺利的拿下该赛的冠军。李大勋今年已29岁，在拳怕少壮的跆拳界已经算是老将了。这位拿遍了除了奥运以外所有冠军的传奇好手，预计在东京奥运后也即将退役谢幕。希望他能在跆拳生涯落幕之前，补足人生成就上缺失的一角。预祝李大勋在东京奥运势如破竹。当然，在我们遇到我们的黄玉仁之前。第一次做人物特辑，难免生疏，如果有不足的地方，请不吝指正。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按赞、留言、分享。今天的跆拳道言物志就介绍到这边，谢谢大家的收看。想知道更多跆拳道知识，欢迎继续锁定忠诚跆拳道。我们下次见，拜拜。